电机的话，就是我们的电机分为直流、交流、无刷和有刷、内转子和外转子电机。绝大多数无人机的话都是使用直流、无刷、外转子电机。然后我们电机的参数的话是有，这儿也是写着有2216，然后880 kV。这个22呢是表示我们的定子的直径是22毫米，定子的高度是16毫米。定子是什么呢？定子是我们的内部的同心线圈。如何选择我们的电机呢？通过我们一个电机的出厂的一个表，就是下面这张图片，它有一些电机的一些参数，比如说顶子外径这些详细的一些参数来选择。然后主要是还有一些搭配的螺旋桨的型号，然后它在这个电压下电流是多少，拉力是多少，然后还有一些功率是多少。通过这些参数来选择我们的电机，当然这个还要考虑我们机身的总质量。然后下面我们来看电机带动螺旋桨来提供升力。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螺旋桨。然后螺旋桨的话有正反，螺旋桨有电机有正反桨，所以需要有对应的正反的螺旋桨。然后我们如何来区分我们的正反螺旋桨呢？然后有我们的螺旋桨的前缘，还有它的后缘。通过前缘和后缘来确定它的旋转方向，然后搭配我们的电机来使用。当然我们的螺旋桨也有它的尺寸，它的1045呢，这是表示它的直径为10英寸，然后它的螺距是4.5英寸。然后螺距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桨叶旋转一周前进的理论距离。然后我们确定了螺旋桨的转向之后，再通过我们这张图片来进行确认我们的该搭配哪个电机。当然我们看这个有白色的点，这个螺旋桨当然就是配我们的右上角这个电机。飞控连接有4个电机，然后它如何控制单个电机的旋转呢？这就需要给我们每个电机的位置。飞控的箭头朝上，右上方的话是1号电机，然后左后方是2号电机，它们都是逆时针旋转的，所以配这个有白色的点这种桨。左前方的是3号电机，右后方的是4号电机，它们是顺时针旋转，它们配上面这种有黑色点的螺旋桨。然后如果发现我们的电机转向反向之后，我们就通过我们的电条和电机之间连接的3根线来任意交换2根，从而改变电机的转向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遥控器。遥控器呢，市面上常见的2种遥控器是我们的左手油门和我们的右手油门。然后今天我们以右手油门的遥控器为例，然后我们的遥控器的话，这是相当于左手油门意思就为左手的上下为控制我们的油门，左手的左右呢控制我们的方向，就是我们无人机的旋转。然后右手的左右呢控制我们的无人机的左右平移，右手的前后控制我们的无人机的前后。然后输出模式的话也有3种，有 PWM、PPM 还有 S-Bus 模式。这个就需要看我们的遥控器支持什么模式。如果你需要给拓展一些功能，就需要用到这个辅助通道。辅助通道的话，设置就应该在设置的一些功能里面有一个辅助通道，然后把对应的拨杆设置到对应的通道就行了。然后现在我们看一下，遥控器和接收机是一一对应的嘛，所以我们需要对它们进行对码。然后现在我们看一下接收机通过如何对码，然后我们需要一个给它供电，然后我们按住2个电源键开机，然后遥控器呢先进入我们的对频模式，在系统里面有个对码，然后进入，然后我们给无人机上电。我们现在遥控器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对频模式，
然后现在需要让接收机也进入我们的对频模式。接收机如何进入我们对频模式呢？它就需要短接我们的这个 VCC 这个地方，它的最上面一个针脚，再给它上电。然后遥控上电之后，遥控器呢会显示对频成功，对频成功，然后并且 R 叉这个位置，有我们的信号，这证明我们已经对频成功了。然后对频成功之后呢，我们拔掉我们的短接线就是了。这也不是必须需要短接线，可以用2个金属，比如说一个镊子夹住这2个也是可以的，这样。